如果我告诉你90%以上的交易者使用布林带的方法都是错的，你信吗？过去16年的交易生涯里，我见过太多人把布林带当成买卖信号，把 RSI 当成抄底工具，结果就是趋势里不断摸顶抄底，震荡里反复追涨杀跌，最后不是止损就是深套。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指标没用，而是你把一个负责空间的指标当成了负责方向的指标，把一个负责动能的指标当成了负责趋势的指标。今天我把自己实战中长期使用的一套布林带加 RSI 共振波段战法完整分享给大家。这套战法攻守兼备，堪称完美。只要你能把这期视频看完，你对布林带的理解很可能会上升一个层次。视频中有我总结的表格，学习起来更轻松，你可以截图保存。我正在冲击1万订阅，帮我点赞、订阅与转发。还没有加入我的学习社区的朋友，抓紧时间扫描视频右上角的烂二维码。先来回顾一下两个指标各自的优缺点。布林带3大核心优点：第一，空间定位清晰，动态显示支撑、压力与趋势中轴；第二，波动率可视化，缩口预示变盘，张口确认趋势，具有前瞻性；第三，规则客观，依据价格与轨道相对位置操作，减少主观干扰。当然，布林带主要缺点也很明显：第一，天然滞后，以均线为基础，买卖点出现在行情启动后；第二，通道内失效，在震荡市中，价格与通道内来回波动会产生连续假信号；第三，无动能提示，无法单独判断趋势内在动能的强弱或衰竭。再看一下 RSI 3大核心优点：第一，动能直观可量化，直接量化涨跌动能强弱，清晰区分超买、超卖区间，快速识别行情力度衰竭拐点；第二，提前预判拐点，属于领先震荡指标，能提早捕捉价格背离，提早预警反转；第三，数值客观标准，0到100数值区间20、50、80阀值统一，买卖判断有固定标准，大幅降低主观预判。我们再说说 RSI 主要缺点：第一，长期钝化失效，单边大涨或大跌行情中 ，RSI 持续卡在超买80上方或超买20下方，长期钝化，持续给出反向虚假信号。第二，无空间与趋势判断，仅反映涨跌动量，没有支撑、压力、趋势方向判断能力，无法区分顺势回调和逆势反转。第三，单独使用易逆势操作，只看超买超卖，容易主观猜顶抄底，忽略整体大趋势。逆势进场极易深套，两个指标组合使用就能发挥各自的优势，实现强强联合。布林带负责回答价格现在贵还是便宜，属于趋势还是震荡。RSI 负责回答资金动能有没有开始发生变化，一个解决空间，一个解决时机，两者过滤掉大量假信号，胜率瞬间提升80%。这里我强调一下它们的参数设置，布林带是21.2，RSI 是7。下面我用一张表格来展示一下这套组合的信号类型：第一，顺势多；第二，顺势空；第三，超买预警；第四，超卖预警；第五，突破博弈。记住，不要因为满足1、2个条件就急着进场，必须等待共振确认，因为市场奖励的是耐心，而不是预测。下面我们用实战案例来拆解这套组合的威力。点开9984软银集团2025年的走势图，布林带3线收缩后开始张口向上， RSI 从20以下回升大于50，锁定6月16日这根 K 线，股价突破布林带上轨 ，RSI 数值82，这是突破的关键位，只要守住就是大波段行情。随后股价持续上涨。实战中，只要布林带中轨持续向上，代表波段行情没有结束。RSI 下穿50，再勾头上穿50，就是绝佳低吸点。可以看到 A 点、B 点、C 点这3个位置都可以选择加仓。真正成熟的交易不是研究如何赚钱，而是研究如何控制亏损。当股价跌破布林带中轨3天没收回，且 RSI 从80向下并下穿50，那就是妥妥的卖点。软银集团 D 点的位置就是离场点，躲过30%的回撤。这里我补充一点，当周线布林带中轨向下，即使日线布林带中轨看起来有拐头向上的迹象，那你一定要小心，这很可能不是买点。一旦 RSI 突破80后又勾头向下，坚决离场。我们来看7974任天堂26年的 K 线走势，锁定
3月13日这根17%的周线大阳线切换到日线上6连阳 ，RSI 上穿80，布林带中轨向上翘，看起来很不错。但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周线布林带中轨持续向下。3月16日 K 线收阴 ，RSI 下穿80，3月24日股价跌破布林带中轨。RSI 也下穿50，随后3天没有收回中轨，弱势行情，保命要紧。这波跌幅远超30%。市场从来不存在万能指标，真正稳定盈利的人，永远是在正确的趋势里，用正确的规则等待正确的时机。布林带负责告诉你价格走到了哪里 ，RSI 负责告诉你市场的情绪发生了什么变化。当空间、趋势、动能三者形成共振的时候，交易才真正拥有了优势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也欢迎扫描视频右上角的烂二维码加入我的学习社区。无论是你的持仓股票还是交易中的问题，我都会尽量进行1对1解答。我是强哥，16年职业交易员，带你看懂市场，做对交易。关注我，下期见。